OK， 1、2、3，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8月23日啦。今日繼續講下高志海嘅訪問。高志海同埋半島電視台英國記者哈桑咧喺電視上嘅訪問非常之精彩。我之前已經拍過一段片咧，就講即係高志海裏邊嘅一啲嘅錯漏嘅。咁啊，高志海咧就係結果就係啼笑皆非啦。令到人哋點解呢？因為呢，佢就講到中國呢，你可以俾善意嘅批評啊。咁好多建制派成日講，你可以俾善意嘅批評啊。咁啊，俾善意嘅批評呢，古代呢都有諫官啦，諫官當然俾善意批評啦。咁但係諫官呢，好多時候呢會犯顏直諫嘅喎。譬如話項羽就殺咗韓生，韓生呢就指咗項羽木侯二冠啊，楚人木侯二冠，結果呢就俾佢攀殺咗佢啦。咁啊，唔係個個統治者呢都接受到呢個嘅進諫嘅喎。咁所以咧，佢就話中國可以有善意批評，但係咧記者哈桑以及咧現場有一個香港女仔就問佢：你可唔可以直接講習近平有2個錯誤啊？結果佢就唔講啦，就即係呢個嘅顧左右而言他，然後咧就好直接講：如果你話習近平係獨裁者咧，喺中國咧就馬上會揾你談話噶啦，咁啊即係冇言論自由啦。上次我就講到咧，佢對呢個嘅西藏嘅論述咧係一種錯誤嘅論述嚟嘅。佢就話咧，中國咧自元朝開始咧就擁有咗西藏啊。咁啊，西藏係不可分割嗰部分。咁但係事實上咧，元朝咧就係蒙古帝國嘅。咁啊，而蒙古帝國咧就控制咗中原，亦都控制咗好多地方，包括大理啊，包括西藏啊，咁啊等等嘅地方。咁啊，呢個嘅蒙古帝國咧喺元朝朱元璋建立咗佢嘅朝代之後呢，佢就退守咗漠北嘅，喺漠北一直生存咗落嚟，用唔同嘅形態生存咗落嚟啦。後來嘅準國二啊等等，咁啊而元朝呢個皇帝呢嘅年號呢，繼續喺漠北係使用咗一段時間嘅，所以由此可見啊，元朝呢就唔應該代表中國嘅。元朝係統治過中國，亦都統治過西藏，但係元朝就不代表中國。當然史書裏邊記載咧，元朝嘅皇帝會自稱自己做中國嘅皇帝，但係如果佢係可以解釋到佢係代表中國咧，你又解釋唔到明朝點解係會驅逐咗元朝嘅皇帝而明朝係代表中國嘅，除非你就承認有2個中國啦即係呢個一中一元或者係一明一元咁你咁樣解釋，咁但係事實上又唔係啊。事實上咧，呢個嘅明朝係代表中國，而元朝咧難以完完全全等同代表中國。佢自稱就唔代表佢真正喺法統同埋正統上係代表中國。咁而呢個嘅明朝嘅皇帝咧，對於西藏嘅達賴喇嘛同埋班禪咧，就係有冊封嘅權力。根據咧清史張廷玉嘅記載咧，無論係朝鮮，還是安南，還是西藏，明朝皇帝都有冊封權，所以咧視佢哋為藩屬國。藩屬國嘅意思係咩咧？即係西藏也好，安南也好，還是朝鮮嘅王也好，都係咧承認呢個嘅明朝嘅天子作為共主作為呢個嘅天下之主，所以佢哋咧係一種藩屬。藩屬嘅意思就係庇護啦，咁所以你作為一個庇護國咧，明朝咧就唔應該擁有咗呢個嘅西藏嘅主權，直至到幾時咧？呢個嘅清朝康熙呢個嘅雍正乾隆3朝咧就係對呢個嘅新疆西藏咧就用武，咁結果咧就係西藏咧正式納入咗去呢個嘅清朝嘅領土，而清朝咧仲駐兵呢個拉薩添，咁但係咧。清朝一直係恪守咗對西藏人嘅承諾，一國兩制就係駐軍，亦都咧有冊封權，但係咧就對於民政咧就相對克制嘅，就冇喺呢個西藏咧、青藏一帶咧係有大量嘅呢個權力，而且咧仲俾一啲特權佢喎，譬如話咧清朝咧就要呢個嘅漢人咧係削髮留辮，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但係對於呢個嘅西藏同新疆一直係保持咧佢哋自己嘅民族，因為咧佢哋咧個民族咧就即係西藏人咧就係留長髮噶嘛，而佢哋紮嘅係一啲嘅小辮而呢個新疆人咧回民不能削髮噶，亦都唔剃鬚噶，有好多回民就視削髮剃鬚咧就為一個宗教嘅大忌嚟噶，咁所以咧喺新疆西藏咧就保持呢個一國兩制嘅。咁今日咧繼續講呢個新疆，因為喺高志海裏邊嘅對談啦，其中咧有新疆嘅讀者聽眾就現場咧就即刻問：喂，你拉咗屋企人喎，而幾年啦，好多年啦，都冇佢哋嘅消息。正常人俾人拉咗應該有消息噶嘛，咁你審判都知噶嘛，審完判都可以探監噶嘛。佢話唔知喎，
然後高志海話咧，可能咧屋企人係疆獨分子，希望佢哋唔係啦。如果係疆獨分子就冇辦法噶啦。如果你唔係疆獨分子嘅，咁都唔緊要啊。你要誠心係尊重呢個嘅一個中國嘅原則。佢經常提到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咧就新疆係咪自古以嚟都係中國嘅領土咧？根據咧呢個中共嘅資料啦，中國政府喺2021年新疆各民族平等權利的保障白皮書裏邊咧，係講到咧新疆喺西元60年，即係呢個before Jesus Christ BC 60年前就已經成立咗西域都護府，就將佢正式納入中國嘅版圖。呢個好明顯係曲解歷史啦。張騫出西域，張騫出西域咧，咁因為西域咧當時咧就好多嘅國家咧係俾匈奴保護嘅。留意我用國家嚟形容，因為咧今之新疆就古之西域，西域咧就係有諸國嘅，有數十個國家，佢哋咧有部分咧係受匈奴保護嘅。咁但係後來咧呢個張騫出咗西域之後咧，漢武帝就用兵西域喎，李廣利啊咁等等嘅將軍咧就喺西域度用兵，咁結果咧就一方面導致到呢個嘅漢朝中土就元氣大傷啦，後來要下詔罪己。關中餓死人喎，咁呢個好犀利喎。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驅逐咗匈奴嘅勢力，令到南匈奴歸附，北匈奴就遷離。咁同時間咧佢就建立咗西域都護府。西域都護府係保護呢個西域各國嘅，係視呢個嘅天子咧，中原天子就為共主。共主咧就好似頭先所講啦，係有藩屬嘅關係，係冊封權，而唔應該視呢個嘅藩屬為主權，否則咧朝鮮就係自古以嚟中國嘅領土啦，就應該要將佢收回。咁越南更加係啦。如果你就話藩屬都係，咁甚至乎沖繩都係咯。沖繩好長時期咧，即係琉球王國都視之為呢個藩屬國嘅，而中央皇帝咧、中原皇帝咧係有冊封權嘅。咁呢啲都係啦，更加咧仲有呢個嘅明朝啦，鄭和七下西洋咁呢個東南亞咧好多都係有冊封權嘅。佢哋甚至乎咧就派啲王子嚟中國學習嘅。咁係咪要即係普天之下莫非黃土啊？咁好明顯唔係啦。咁所以呢個中央嘅文件咧就係含糊其辭啦，就係即係混淆咗歷史。西域都護府。咁然後咧，唐朝有安西都護府啊嘛，安西都護府都係咯，視呢個唐朝天子為天黑汗，唐太宗天黑汗。咁其實都係一種政治嘅保護，因為嗰啲國家咧所謂超武九姓仍然有自己嘅國家，有自己嘅主權啊嘛，就冇所謂雙重主權啊嘛。佢只不過咧係臣服於唐朝天子啫。所以無論係呢個漢朝還是係唐朝，西域咧都係有自己嘅國家，有自己嘅主權嘅。我本來咧就想講一個嘅西域啦，即係新疆人嘅 DNA 問題，因為咧我哋而家知道咧，新疆人咧喺2000幾年前即係漢朝嗰時期，其實有好複雜噶，有好多唔同人種其中一個木乃伊好出名嘅叫樓蘭美女，就係高加索人嚟，係白人嚟嘅。咁所以西域國家咧有唔少係白人嘅國家，咁但係亦都有波斯人有白人啦，就係因為呢個嘅亞歷山大帝啦，佢哋有一啲嘅士兵咧就係即係進入咗西域。所以咧西域咧亦都有呢個嘅希臘化嘅情況嘅，佢有一啲嘅即係造像啦，都有啲希臘化嘅文化。與此同時咧，就係波斯人啦，當時叫安息帝國。安息帝國咧就係波斯人啦，就係今天嘅伊朗人嘅祖先。亦都管有咗整個呢個嘅接近整個兩河流域，以及即係今天咧半月灣嘅地方以及咧呢個嘅阿拉伯半島。所以咧佢係呢個嘅阿拉伯帝國嘅前身嚟喎，呢個波斯帝國係今天咧阿拉伯人咧即係個領土咧，之前就由波斯人控制嘅。所以咧呢個嘅漢武帝咧見到張騫咧就帶咗兩樣嘢俾佢，一樣咧就係大宛嘅寶馬，所謂天馬；另外一樣咧就係呢個安息國嘅葡萄酒、葡萄美酒。帶咗入去中原。自此咧，中國人咧就飲紅酒，而咧葡萄咧仲係有呢個嘅紫葡萄同埋青葡萄。所以咧喺呢個嘅三國時期至到呢個北朝已經咧有呢個嘅紅酒同埋咧青葡萄即係白酒飲噶咯。唐朝亦都非常之盛行。其實就係由呢個嘅波斯傳入嚟嘅。咁你點？今天咧呢個伊朗人咧就係波斯人嘅後裔啦。但係以前嘅波斯咧就管有整個呢個阿拉伯半島咧大部分嘅地區。喺唐朝開始咧，阿拉伯半島咧
先至逐漸伊斯蘭化啊。咁呢個此為後話啦。咁所以呢個嘅西域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人喎。仲有咧，唐代就有粟特人，粟特人就今天烏茲別克啊，呢個吉爾吉斯啊，土庫曼啊呢啲咁嘅人啊，所謂超武九姓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人種喺裏邊。咁啊，佢哋信咗宗教咧，唐朝咧仲有好複雜噶，仲有呢個嘅瑣羅亞斯德教啦，即係祆教啦，亦都有拜火教，就瑣羅亞斯德教嘅分支，拜火教分出嚟嘅呢個嘅摩尼教。以及咧有回教，即係伊斯蘭教啦，以及仲有呢個佛教，甚至乎咧有基督教一啲嘅分支喺裏邊。所以啦，呢個嘅唐朝咧，安西都護府就唔等同咧佢有主權。而唐朝嘅時期咧，西域咧仲好複雜啊，有回鶻人噶嘛，有回鶻人，亦都有突厥人嘅活動啊。咁所以咧，唐朝就唔係擁有咗呢個嘅新疆啊，即係西域嘅主權喎。咁啊，後來元朝啦，元朝當然征服咗西域好多國家啦。正如頭先所講，元朝唔應該視之為中國嘅朝代啊嘛，佢係管有個中國，唔等同中國。咁啊，可能你都話佢係中國嘅朝代都唔出奇，但係係一個外來嘅叫征服王朝。咁好，去到明朝，明朝咧就因為無力無力西進喎，因為個北邊仲有呢個蒙古啊嘛，加上咧即係明朝咧就係內卷，就變成一個本土化嘅朝代。宋朝同埋明朝都如是，其實所以咧宋明咧對西域咧就冇任何嘅干涉權，亦都冇保護權啦。咁啊，直至到清朝啦，清朝十全武功征服咗準國爾之後咧，咁啊直接控制咗整個新疆。後來咧就係將呢個嘅大小金川啊、回部啊各方面啊十全武功啊，令到新疆啦、西藏啊全部咧就落入咗今天嘅即係中國嘅領土裏邊，就係清朝開始。但係清朝咧都係相對克制，正如頭先所講啦，清朝咧係唔需要咧佢哋削髮留辮啦，呢個第一點，有一定嘅尊重嘅。其次咧就係呢個清朝咧，對於新疆同埋西藏咧，仲保留咗當地嘅一啲嘅管理制度喎。西藏就有達賴喇嘛同埋班禪喇嘛啦，而新疆咧亦都係咧有當地嘅官員咧去直接去管轄嘅。呢個就叫做帕克官制。帕克官制咧，對於蒙古人同埋新疆人咧都有類似嘅制度。呢個帕克嘅管制就係清朝嘅駐軍唔直接參與民政，而係交俾當地有勢力嘅人士，特別係咧征服期間同清朝合作嘅人嘅後代。每個綠州咧都有最高嘅軍官，就係叫做咧阿奇木帕克，就係隸屬於駐軍嘅指揮官嚟嘅，但係由當地人去管。咁所以咧，對於新疆咧都係相對保持咗一國兩制嘅。咁但係問題，新疆咧係民族問題啦，你要讀下呢個嘅書劍恩仇錄都知啦，係咪啊？佢哋始終喺宗教上、文化上咧係同呢個嘅滿洲人以及同漢人都係格格不入噶嘛。以前咧對佢個管制咧就係一種保護嚟嘅，而家咧就係有一種直接嘅駐軍，變成咗咧同當地人咧就不時發生衝突。所以喺呢個嘅乾隆以後咧，新疆咧經常都有叛亂嘅。咁啊，最大嘅叛亂係幾時咧？就係呢個嘅晚清。就係呢個嘅阿古柏政權就建立咗阿古柏政權咧，而阿古柏咧就係同俄國人關係相當好啦，亦都啦喺呢個嘅俄國人嘅即係協助底下咧，就係吸收咗好多呢個嘅當時鄂圖曼帝國嘅文化，咁所以咧阿古柏政權咧就喺新疆建立咗出嚟。而新疆建立咗出嚟嘅阿古柏政權咧，係承認鄂圖曼帝國嘅主權喎。鄂圖曼帝國係當時全世界最大嘅伊斯蘭帝國啊嘛，係繼阿拉伯帝國以後咧最大嘅伊斯蘭帝國，就係喺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甚至乎咧就直接派人咧去呢個伊斯坦布爾咧係學習呢個嘅軍事文化嘅。所以阿古柏政權咧喺呢個嘅新疆咧個勢力非常之大，直至到左宗棠就派兵，因為與此同時咧。呢個嘅中國境內亦都出現咗呢個回亂導致咧成千萬人口咧係損失咗嘅。就係呢個回亂咧，就係因為經歷過乾隆去到同治年間、同治光緒年間，即係咁長時間啦，有好多回民咧就住咗喺中國嘅西北部。咁而中國嘅西北部咧，佢哋好多漢人嘅官員咧就係用歧視嘅政策對待呢啲回民，結果咧就係產生咗一場叫同光回亂。就導致到過千萬人口係死亡或者係流失嘅咁所以呢個嘅左宗棠咧就派兵去征服呢個嘅新疆阿古柏政權。咁自此之後咧，新疆就唔再好似西藏或者係以前嘅西域諸部咁樣咯，
就係叫建省。左宗棠喺新疆建立咗一個省，就同呢個浙江省啊、廣東省啊、湖南湖北省啊個分別唔大啦，就由呢個嘅中央咧直接去管制。咁當時左宗棠就要保西啊嘛，就保住呢個西太后啊。李鴻章咧就想發展海軍就保東。咁慈禧太后西太后梗係喜歡保西而唔喜歡保東啦。咁所以咧就全力支持咗呢個左宗棠咧，就征服咗。後來左宗棠嘅即係呢個世侄啦曾國藩嘅仔曾紀澤咧繼續經營呢個新疆經營呢個新疆，尤其是係經營伊犁。咁所以咧以前嘅清朝最高嘅官員咧就叫伊犁將軍。伊犁將軍咧就係駐兵但唔管民政，結果咧就係新疆人嘅反抗咧都係此起彼落嘅。咁但係自此之後咧，伊犁條約簽訂啦，同呢個嘅俄國人簽訂咗伊犁條約。咁有好多新疆嘅反叛分子咧，即係阿古柏政權嘅追隨者，就直接去咗俄國嘅境內生活啦。亦都有一部分咧去咗呢個嘅土耳其生活咁而留下來嘅人咧就較多係即係接受大清嘅管制。咁但係直至到民國咧，由於呢個嘅中央咧個權力失去咗，咁所以咧新疆又由呢個嘅外國嘅勢力，就包括俄國人啦、英國人啦，以及咧中國嘅軍閥盛世才咧就管治直至到去呢個嘅共產黨所謂嘅和平解放西藏。與此同時有和平解放新疆，咁但係呢個和平解放新疆咧就係有一個嚴重嘅軍事衝突噶，咁呢個咧此則為後話啦。咁所以由此可見，高志海所講嘅西藏新疆歷史，以及咧中共宣傳嘅新疆西藏歷史咧係不盡不實嘅以前佢連呢個嘅西域都護府都當係主權，咁呢個係好明顯啦，就係曲解歷史。而咧清朝建立主權之後咧，相對係有一國兩制嘅雖然衝突都係有，但係佢都係保持一國兩制，直至到去中國共產黨建立咧全面管治新疆咧，就係開創咗個歷史嘅新嘅模式。所以近年咧新疆問題種種嘅衝突，就係同呢個嘅全面管治新疆咧係不無關係，因為改變咗過去2000幾年咧嘅模式，無論係呢個嘅漢唐模式，還是係呢個嘅大清模式，都係有所不同嘅。咁所以而家就係話自己拉呢個以百萬計，一年都50幾萬啦，拉百萬計嘅人入去再教育營或者其他監獄啦，就係同以往幾千年嘅模式係唔同。唔同就唔同啦你話好同壞呢個係價值觀嘅判斷，但係唔同就唔同，就唔好咧利用史學裝扮成為即係自古以嚟都係咁。呢樣嘢係作為歷史學嘅研究者咧，我就不能接受嘅。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破障破到去呢度，咁希望大家支持啦 ，like subscribe 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係有獨家嘅資料啦咁我上次做影片嘅時候，我講波斯，我就曾經講過咧，我就話呢個嘅安息帝國即係古波斯啦，就係呢個嘅阿拉伯人啦嘅祖先嘅故居。咁有啲人就唔同意，佢就話喂，波斯人就波斯人，阿拉伯人。咁我今日就解釋清楚咗。當時因為一時就係重點大過，就冇解釋清楚。咁阿拉伯人今天嘅祖先嘅故居咧，就係住喺以前波斯人控制嘅地方嚟嘅。因為唔係淨係控制伊朗一帶嘛，就係整個呢個嘅阿拉伯半島咧，大部分嘅地區都係波斯帝國，甚至乎勢力嚟到即係今天嘅新疆附近，亦都係呢個嘅波斯帝國咧控制嘅地方嚟。咁希望大家喜歡啦希望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仲有獨家課堂，15蚊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啦。多謝大家，拜拜。